体会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呢，就会用什么？就会用这里，用这里，用各种方式想要去做那个蹲下去的动作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开始在练的时候，教年轻人没体会到的起码，就插在地下。对，那这个直的，对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让它保持一个力量的向下，还是对？那你那个力量，那个，它不一定是直的，但是因为当你这样站的时候，你这样站，它不可能是直的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，因为我们现在一站的话，这个就会凹下去。什么凹下去？就是说我们现在站，我们现在没有找到那个一下子把这个好。这个就一站的话就那你现在它没有往下啊，你现在成了往前了。我们现在站的问题是，我们一站的话就是一定会跳。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去抱树跟练那个吗？你蹲下去的时候要用剑椎来拉下去啊，就练习用剑椎来控制脊椎嘛。你就控制到脊椎跟骨盆的那个正位啦。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力量的，它是一个力量的，你讲力量的引导，它是一个力量的引导。那老师刚刚讲的那两个点，也是力量的引导。前面对，前面引导是，对，我在讲的都是力量，所以中国武术这些东西啊，它比较难教，比较难学是什么？因为他讲的是力量，他讲的不是动作形态，他讲的不是动作形态。但是因为你一开始力量你比较难体会，这种力量你比较难体会，尤其是有方向性的力量比较难体会，所以用动作来帮助学生纠正学生的动作，来帮助学生去感觉那个力量。可是久了以后，他没有体会到那个力量，他剩下的就只有动作。可是你的注意力 focus 在动作的时候，你用到外面的力量了，马上就错了，因为大家没有耐心去找那个力量，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力量嘛。就像我说的，你们抱树，我们要蹲下去的时候。你一开始做的一个什么？你如果找到你的剑椎的话，我在做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用剑椎往下拉，其他我都不管，其他我都松，我就是用剑椎往下带，剑椎往下带。你看脊椎跟骨盆它通通是正的，听不懂？我做的就是什么？我做的就是用剑椎我起来的时候也是剑椎。你看，当往上提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能够控制到剑椎，把其他全部都松掉的时候，我的下落其实就是剑椎一带。你看，我剑椎一带的时候，脊椎就贯穿起来了，就直了。然后，因为剑椎是在骨盆的中间嘛，所以我剑椎往下带的时候呢，剑椎就是正的，剑椎是正的，骨盆就是正的。可是你没有体会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呢，就会用什么？就会用这里，用这里，用各种方式想要去做那个蹲下去的动作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开始在练的时候，教年轻人没体会到的骑马步，他会什么？他会让他往后撅，就好像现在的深蹲那样子。他会用这个样子来蹲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你把这边开，把腰开，看不懂？然后从这个慢慢找到剑椎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，看不懂？啊。所以你找到剑椎了，怎么去摆正那个剑椎？摆正那个剑椎，
不是你在姿势上面摆正，摆正那个肩椎还是在什么？还是你要去控制那个肩椎，你要能够控制那个肩椎。那控制肩椎不是控制骨盆啊，很多人控制肩椎，他说什么那个，他要做到尾椎的动作的时候，他其实在控制的什么？他控制的是骨盆。那你控制骨盆，其实你在控制什么？你在控制髋关节，你在控制这个髋关节，这个你在控制的是这个，你没有控制到肩椎啊。那这两个东西它不是平衡的，它不是很平衡的东西嘛，因为它是两个非常活动的东西嘛。所以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会这边多一点，这边少一点，或者这边偏一点，那边偏一点。你要做到两个活动的东西，真的力量完全平衡很难的，所以它会歪掉嘛，听不懂？你这个一歪掉，肩椎歪掉了，肩椎歪掉，脊椎歪掉，听不懂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所以以前花很多时间开始练拳，花很多时间在这种东西上面。完全不教拳，完全什么都不教，就是这些基本的东西你去练。那以前可以啊，以前都是大家住在一个农村呐，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去，闲下来也没其他的事儿干，所以看看师兄啊师姐啊在那边干这个，他也去干这个嘛。从一开始的这个学着。然后师兄从那边过，把屁股踢一下，哦，踢一下回来，是不是？哦，踢一下回来太多了。师姐从那边过去，把这边拍一下，再回去一点。你就每天在这边，别人把你踢一脚，拍一手，在那边调嘛，找到了，你就说对了。那这样子嘛，以前练就是这样子，在你自己的纠错。别人帮你纠错，跟你自己的纠错当中找到了那个地方了，就对了。当你找到了以后，你会用那个力量了以后，后面就好教了啊。那有时候教呢，他只说好了，师父看到了，或者师兄看到了，可以了，然后再教你下面的东西。可是他不会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就好了。不会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就对，为什么前面那个是错，不会讲，就是顺其自然、顺理成章的就往下走了啊。所以为什么以前有很多老师傅功夫很好，可是他不会教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嘛，他不知道他这个功夫是怎么样来的。他是从小到大自然而然这样子过来的，晓得吗？就像我说的，你吃饭长大嘛，你从小就吃饭嘛，长大了。我问你，那个手你为什么能够长那么长？你不知道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条腿长出来的？你不知道啊。你就是吃饭嘛，因为它是相关的东西嘛，它是自然而然嘛。你少吃了一顿饭，少吃一个营养，少吃一个东西，你的身体的表现就不一样嘛。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嘛，是不是？那现在的人慢慢晓得了啊，所以现在教就不可以用以前那个方式教了。我要让你们明白。啊，但是明白了你，就像你说，你做不到啊。可你们明白了，你就要朝那个方向去纠错。所以练不要求快，不要求多。我说报数那个去练，你就要去练。我下去是不是用肩椎再往下带，还是我是蹲的，还是我是蹲下去的，还是用肩椎带下去的？看不懂？就要去这样子细细的分辨我刚才讲底下那3个点嘛，你能不能找到那三个点，能不能控制住那3个点的力量？所以我说你们平常要注意
一个习惯，属膝这个地方哈，一定是要向内往下的，它是一个从高到低的，它叫膝嘛，属膝就是老鼠跑的那个小路嘛。你看它是以河流来讲，它是由高到低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边高嘛，这边低嘛，所以你要像河水在流一样，它是这样子流下去，所以它必须什么？它是常住的，它是常住的。哦，老鼠不会在大马路上跑啊，它跑的道路一定是很隐秘的嘛。所以这边是要收住常住的，而不是这样子的嘛。那你练拳，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那一定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样子一翻出来，表示你的骨盆是向后倒，是不是？你骨盆向后倒，你如果没有后面的筋来连住、控制住的话，你的骨盆跟腿的连结就不会正嘛。看不懂？啊啊！所以中国武术它困难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啊，尤其到后面的内家拳，它更强调这个，就是它是以力量来主导的。他讲的东西都是用力量来讲的，力量这个东西你又看不见啊，姿势的对跟错，也是用力量来主导的啊。所以我说，你们看我以前拍的那个在美国，我弟弟帮我拍的一些刀枪剑棍的姿势啊，或者我巴掌拳里面那个书里面的姿势，那都是只做一遍，没有重复。我拍八卦，我拍那个中国武术里面练的套路，还有里面做的动作，我所有在摄影机前面做动作只做一次，不会说做错了再来一次，不会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是以力量为主导，你力量对，你的姿势绝对对。看不懂啊？还有很多，我上次给你们看那个谁，他做一个剑的招式嘛，是不是起来那个剑啪这样子？可是他做出来是这样子，前后手怎么会这样子？如果力量主导的话，你力量主导，你的手一出来，它一定是平的，两个力量一定是很明确的，全身都一样。可是你为什么做出来这样子？表示什么？他不懂力量，他是在做动作。你要做动作，你两只手如果单独做动作，你要做到它们完全的平衡，完全的平，不容易的。那你要把两个平的棍子把它完全对到齐啊，那个控制你可能要调很多次嘛。可是这两根棍子里面如果有一根绳子在串着它们，你只要拉这个绳子就行了。你把绳子拉开，它两个就正了嘛，好吗？姿势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以力量为主导？以力量为主导，你这个懂了以后，后面教拳啊，很多东西你就不会问了，因为你姿势做出来就对了啊，练兵器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动作了，听不懂啊？所以这个是关键啊！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只教这个？因为看太多了嘛，你看比赛的那些练套路的各门各派，你可以练得很熟练，可以练得很漂亮，可是里面就少了一个东西来贯穿你的动作了啊！所以该有的点没有，该有的线也没有，该有的结构没有啊。
好，来天冷我们来。